没有我，大妹、小妹谁帮忙带着长大？我初中没读完就被你逼着辍学出去打工，为的就是供养他两个。这也就算了，后面你为了给两个妹妹凑大学的学费，你逼着我嫁给马老三那个人。行了，我是你爹，当女儿的就该听当爹的。既然你这么多怨言，今天正好一刀两断了，赶紧给我滚，走不走？要我走可以，但道理得讲清楚。讲道理，我打死你！谁敢动我老妈？你们活腻了吗？妈，这次重阳节是你爸70大寿，带着孩子们回来一趟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儿子，你们外公70大寿，外婆特地打电话过来，让我回一趟老家，你们也一定要回来。陈总，首席。院长。老妈，收到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回去看看了。就停村口吧，进去太张扬了。老夫人，这是陈总按您父亲喜好特意安排的，太沉了，我帮您送过去。不用，把包装去掉正好。我二女儿和她在国企当领导的老公回来了。爸，给您祝寿了。来了啊，进院坐。我小女儿和她在县里开公司的老公回来了。爸，爸70大寿，生日快乐！好孩子，进去坐。了不起啊，老陈，几个女儿都嫁得相当不错，你享福了。那当然，毕竟是我陈守才的女儿。哎，那不是你那离了婚的大女儿吗？好多年没见了，听说她在城里扫厕所。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她怎么回来了？爸，今天是您70岁生日，女儿给你拜寿了。哼，你这个讨债鬼，回来干嘛？爸，我够了，回就回吧。怎么，就你一个人来的？您的3个外孙工作忙，要晚一点到。又没啥正经工作，有啥可忙的？就是。行了行了，别在门口杵着了，丢人现眼。这是您大外孙特地给您准备的礼物。你看看你大妹送的寿礼，精品五粮液；看看你小妹送的寿礼，年份茅台；再看看你这什么破玩意儿，不嫌丢人？一会儿自己提回去。大女儿好不容易回来，就别吵了。彩凤，先进去。你爸脾气硬，身体也不好，今天又是70大寿，你也别跟他吵，顺着他点儿。好的，妈，我听你的。彩凤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妈，有你这句话，一切都够了。哎，我去忙了，你跟你大妹、小妹叙叙旧。大妹、小妹，好久不见。哟，这不是咱们那离个婚闹得满城风雨的大姐吗？丢人玩意儿！大妹、小妹，外面太热了，离开席还要一会儿呢。进屋坐，屋里有空调。你进去干什么？没看到等着开席吗？给我滚去帮厨！凭什么他们能进屋吹空调，我就要去干活？他们送的什么礼？你送的什么礼？还有脸顶嘴？我怎么又吵了？爸嫌弃我送的酒不行，让我去当杂工。从小到大都这么欺负我，凭什么？你歇着，我去吧。算了，还是我吧。咱们这大姐以前怂包蛋，现在还装起来了。贱坯子，天生老粗命。也对，人穷就该勤快点儿。陈总，给您外公的贺礼都安排妥当了。好。喂，妈，我到海城了，准备跟老二、老三会合，然后赶回村里去。那就好，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。妈，你好久没有回外公家了，他们对你还好吧？挺好的，毕竟都是一家人。那就好。老二、老三，妈因为离婚的事情10几年没回家，咱们得帮妈把厂子撑起来。大哥，
我都打听了，大姨的儿子是学医的，我已经安排进了神医堂。小姨的女儿在考研，我安排她进了研究院。好，小姨的大儿子归国创业，我也让人安排对接了。这一次，我们一定要让老妈荣归故里，风风光光。好。采访，过来。妈，怎么了？这是你小妹过年带回来的酒，一会儿你拿去给你爸，说是你带来的。妈，不用，我带了酒。孩子，听妈的话，你爸活着一辈子就是好个脸面。我知道你把这好酒拿过去，他在人前的面子上过得去了，你俩不就和解了吗？妈，你是不是听他们说了啥？你误会了。我带的寿礼是您大外孙特地给准备的，一定不会差。彩凤，就当妈求你了。你不在的这些年，妈是日思夜想，就想着你能回来，父女和好，一家人和和睦睦。妈，可是孩儿啊，你要当妈的，给你跪下吧！你鬼鬼祟祟干嘛？吓死我了！我在听妈跟大姐说了什么，他俩干嘛呢？妈偷偷把你过年提来的10酒给大姐，想让她给爸拿过去。嘿，凭什么拿我的酒去给他一个死穷鬼撑场面？不行，我找他去。你先别去，人根本没要。大姐说她带的酒是她大儿子特地准备的，可比你的强。放屁！他儿子一个摆地摊的，能买得起什么好酒？他把包装都拆了，怎么说都行啊。你不知道了吧？现在科技发达得很，用专用的价格扫码器往酒瓶上一扫，这酒多少钱就都知道。还有这个呢。黄秘书，去找一个价格扫码器，赶紧给我送过来，要快。得让他出点洋相，治治他这一身臭毛病。进了神医堂，我可是要光宗耀祖了。没想到我唐乐乐也能进松山湖研究院，拿下天海集团的大订单，我唐怒就是海城未来的首富了。今天是外公的70大寿，我要回去显圣了。这是我大女儿送的寿礼，你给记上。老嫂子，你们这是？没事儿，记上吧。慢着，妈，我知道你打小偏心大姐，但不管怎样，也不能拿我和我老公送的酒来给她做人情啊！你说什么？不是什么，妈，这酒是不是我和你小女婿过年时提回家的？小妹，你小声点儿。怎么还不让人说了？妈，我不是冲你，我就是看不惯某些回娘家还舍不得花钱买寿礼的穷鬼。吵什么？这不是银凤你过年拿回来的窖藏喜酒吗？干嘛又翻出来了？爸，大姐空手回家脸，就撺掇妈把我和你小女婿送的酒拿过来撑场面，你说气不气人？成就你干的好事儿！事情不是你们想的这样，你还不认错？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就是为了让妈安心。其实我大儿子准备的酒不比这个差。还敢嘴硬，你这个讨债鬼，这是要气死我吗？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都被抓个正着了，你还敢狡辩？我没有狡辩，只是说一下事实而已。怎么，大姐你到现在还要嘴硬吗？大妹，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我说话难听，还是你做事的吃相太难看？你什么意思？大姐，我们都知道你离婚之后的这些年，一个人拉扯3个儿子长大不容易，是不容易。穷，没人嫌弃，但穷还满口谎话，被抓住了还要硬装有钱人。非要说你送的酒有多好多值钱，就太虚荣了，不要脸。哼，我没有。你这么多年不回家，我们不怪你。我70大寿也不缺你和你那3个废物儿子几张破嘴吃饭。爸，他们不是。你就算是不送礼，也没人说你，但你也别在路边店随便买瓶酒凑数啊。对呀，路边店的酒要是喝死人，谁负责？我这酒不是路边店买的，是我大儿子托了关系从藏家手里收的，花了很多钱。花了多少呢？那我不知道。装，你又装，大姐，怎么能不能别那么虚荣？对呀，你就算是装，好歹也用心点啊，这个也太敷衍了。哦，你们说包装啊？我是嫌礼盒太重，所以没拿。够了，不要再闹了，你走吧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肯信？唐总，这是你要的酒驾专用扫码器。好。原来你们是早就预谋好了的，对吧？是又怎么样？怕了吗？我怕什么？不怕。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你这瓶酒要是路边摊的垃圾货，你就跪下来磕头道歉，跟大家说你错了，敢不敢？你们倒是好算计，想让我出丑。这可是我大儿子专门拍卖回来的酒。好，
太凤，你别意气用事。妈，你别管，我心里有数。哼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的酒要是比你俩送的寿礼都好都贵，你们怎么说？要真那样，我就跪下来给你磕3个响头，说我错。我也一样。这个是全国通用的酒标价格专用扫描器，只要是国内的白酒，一扫酒标就能出现价格。原来如此啊！村长，你检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可以先试一下。先试一下这瓶。哇，好快啊！这个价格准不准？当然准啊，这个是专卖店的价格，1分不差。再看看这一瓶，真快，老王，这个也准吧？太准了，现在都是高科技，全国通用，哪里还有假的？别试了，赶紧啊！大姐，你没异议吧？本来就没有。谁先来？我先来。咱爸最喜欢五粮液，我们送的是陈年精品五粮液。哇！18800，嚯，这瓶子里装的是酒呢，还是金子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陈年老酒，这喝的已经不是酒，而是历史，是岁月。别说这么复杂，这喝的就是钱吧？对，老陈，好福气啊！我也算是久经沙场，但这么贵的酒还是头一次见。一会儿开了，咱俩喝一点。不，这么好的酒得大日子再喝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看我的！都知道我爸好酒，我送的也是酒，30年的陈年茅台。老王，你是白酒经销商，你家老叔还是国家1级品酒师，这有什么说法吗？对呀，很贵吗？我的天，这个就是1瓶酒值1台车的年份茅台。陈叔的女儿女婿，这也太阔了吧！1瓶酒1台车，有没有这么夸张？真的假的？来，扫吧。168800，我的天，果然是1瓶酒1台车。唐老板，你这也太豪气了，孝敬老人嘛，应该的。都是孝顺的好孩子，不像那个废物女儿，整天就只知道惹我生气。这是我大儿子陈天福特地给他外公准备的寿礼，这么破，这么旧，也敢拿来送礼？这么一看，确实不像是路边店买的，对，分明就是垃圾堆里捡的。这是大姐，你明知道爸嗜酒如命，还送这种破酒，是准备让全村人都来吃席吗？对呀，你要害死爸，谋害血亲，按老规矩是要进宗祠抽皮鞭，开除族谱的。对，那就不是磕头认错的事情了。我这酒要是假的，是生是死随你们处置。这么不怕死，这个时候还嘴硬。要是真的，就让你们也被抽皮鞭、除族谱，你们敢答应吗？爸，你干嘛？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！你回家来是找我们讨命的吗？爸，你就这么不信我？信你？我还不如信路边的野狗。你不可理喻！哎，大姐，你把酒给我，我来瞧一瞧，给你扫也行。你这有什么好扫的？好香啊！对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哎呀，为什么要砸呀？你凭什么砸我的贺礼？贺礼？我算看出来了，你这次回来就是要报着当年爸赶你出门的仇，所以这假酒是抱着爸的性命来的。对呀，这害死人的假酒不砸了，难道留着害人吗？对，砸了。大姐啊大姐，怪不得爸不待见你，像你这种小学文凭的社会底层实在是太危险。以前离个婚就闹得满城风雨，现在看我们日子越过越红后，又要谋害血亲，太恶毒了。有你这样的大姐，是我们一辈子的耻辱。住手！爸，你看这个毒妇。对呀，恼羞成怒又打人了。逃命鬼！我打死你个逃命鬼！不要打他，都怪我。你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要跟他一起害死我们！够了，别打我妈！老陈，你先等等，这酒可能是真的。什么？不可能吧？老王，你确认？扫一下不就知道了？你们不敢让我比，是害怕输吗？害怕，笑死了，还在心存侥幸，谁给你的自信？比，他想死，没人拦着。来，让你们看看我大儿子天逢之办的寿礼到底配不配？自取其辱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唐总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
我知道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这种扫码器有一个缺陷，那就是只能显示6位数的金额。如果超过6位数，到了100万以上的酒，就会引发数据冲突，导致系统崩溃。什么100万？也就是说，陈家大女儿送的这一瓶酒价值就超过100万？不是1瓶，是5瓶，那也很牛了啊！妈，我就说我大儿子给准备的寿礼绝对不会差吧？不差，不差。岂止是不差，简直是吓人，好吧？对呀，上百万的酒，那岂不是一口酒就有几万？妈呀，这喝的哪里是酒，分明是金子！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金子也不值100万啊！琼浆玉液也不过分。哇，陈家这大女儿看来是发达了，对，太有孝心了。老陈，你有福了，真羡慕你呢。彩凤，我的大女儿，你没受伤吧？快把我乖外孙送的寿礼给我，上百万啊！这可是上百万的酒。是啊，那可得好生收藏，要是碎了，一套房不，一栋楼都没了。快给我，上百万啊！皇帝都没有喝过这么贵的酒吧？等等，这么说的话，那之前你家金凤银凤砸烂的酒，岂不是？我说怎么这么香呢？原来是价值100万的酒。可惜了，这要是喝一口，礼金都值回来了。别抢！别抢！那都是我的酒，我的酒！爸，别叫我爸！我上百万的酒啊，都被你砸碎了！上百万的酒给我砸了，我恨不得埋了你！爸，事情还不一定呢。你也砸了我2瓶！该死的赔钱货！爸，你干嘛？你问我干嘛？你大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还带了这么贵重的寿礼，却都给你们砸了，你俩怎么不去死呢？大姐根本就是在骗人，你还看不出来？什么？大姐，你大儿子一个臭摆地摊的社会底层，凭什么送得起这么贵的酒？天府摆地摊是过去的事了，他现在在做生意，多大的生意能随随便便送上100万的酒？对呀，就算是海城首富，也不敢喝上百万的酒吧？这么讲，好像也有道理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这是不想认账吗？什么事实？根本没显示。小王，这种情况除了产品超过6位数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性？到底有没有？说话！确实还有一种情况，大家也知道，这个是专用的酒驾扫码器。按理说，只要是正规渠道生产的酒，都有酒标，一扫价格也都能显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大姐送的这个可能不是正规渠道的？对，如果酒牌是假的，扫出来的乱码也会让系统崩溃。王老板，是这样的吗？确实如此。要是这样，你刚才怎么不说？我觉得亲生闺女给自己爹送寿礼，再怎么着也不可能买这种假冒伪劣的3无产品吧？怎么不可能？对呀，正常人做不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儿，但我这位大姐可以。她一直都是自私自利，一点人性都没有。我怎么自私自利了？你还敢反驳？当初离婚闹得满城风雨，然后一走了之，留下我们一家人在村子里被人指指点点，这不是自私是什么？更过分的是，你前夫马老三竟然还找上家里来讨要彩礼，闹得鸡犬不宁。对呀，凭什么找我们要？当年马家给的彩礼可都是全部给大妹小妹你们上学花掉了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而且后来我自己挣钱也把彩礼还上了。够了！你这个不孝女，不要再说了。没钱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拿瓶假酒糊弄我。你这是怀恨在心，想害死我，害死全家。不，这酒是真的。还嘴硬，你给我滚！没看出来呀，陈家大女儿居然这么狠毒。对呀，就算当初陈守才逼她嫁给马老三那烂赌华，但毕竟也是他爹啊，怎么能这样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确实过分了。慢着，陈叔，这酒能给我长长眼吗？王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看这瓶酒有点眼熟，想要瞧一瞧。这老陈，王老板自己就是酒类经销商，他老叔还是国家1级品酒师，给专业人士看看也好。那行，你看吧。老王，咋的？这假酒还有什么说法不成？对呀，看你这样子，装的跟真的一样。王老板，怎么说？这酒有可能是真的啊？真的吗？刚才我就感觉眼熟，现在仔细一看，果然是传说中的内部特供酒。什么内部特供酒？神神秘秘的，真的假的？网上还有新闻报道，之前也拍卖过的，你们自己看。
哎，好像真是哎！我的天，5小瓶就要400万，这么贵吗？那是几年前的价格，放到现在岂不是更贵？那当然，我说怎么小瓶呢？原来是为了保障大领导的健康，不能多喝。不可能！啊，是真的！快给我，快给我！彩凤，酒是真的。我大儿子准备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？我的天啊，怎么办？等等，还是不对劲。你们自己看，这种收藏级别的内部专用可都是金丝楠木的包装，它这个呢，红色塑料袋儿。对哦，好像确实不一样。我那是嫌那包装太沉，所以才没拿。没拿，我看根本就是没有。对呀，大姐，你真的是撒谎成精，恶心！什么？又是在骗人！大姐，陈家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真的太丢脸了。是啊，大姐，你这人就是太虚荣了，混账东西！我没有。别吵，别吵！你们先别吵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验证。什么办法？我老叔这2天就在村子里，让他过来，打开尝一口，真假不就都知道了？准不准啊？准不准？王老可是国家1级品酒师，他喝过的酒没有1万也有8000，怎么可能不准？对呀，王老可是国宝一样的人物，好多酒厂花100万年薪都未必能请得到他。王老在村子里那可太好了，有他在绝对没问题。好，那就劳烦王老板您去把王老请过来，我这就去。大姐，没想到吧？咱们村儿还有国家1级的品酒师在。对呀，等大师一到场，你就全露馅了。你就等着磕头道歉吧。不知道一会儿到底是谁要磕头道歉？大姐啊，大姐，你真的是坑蒙拐骗的惯犯啊！心理素质这么强，说不定就是死鸭子嘴硬。哼，懒得理你们。大姐，你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弄了几瓶仿真的假酒，就想蒙混过关，现在演不下去了吧？对，这可是仿真的假酒啊，是能喝死人的！你这是要害死吧？对呀，不管怎么说，陈老爷子也是他陈彩凤的爹，虎毒还不食子，人毒不堪亲。你们是不知道，陈彩凤之前是被他爹强迫嫁给马老三那个二六子的，为的就是马家的彩礼钱。还有这事儿？对对。我还听说，当初陈彩凤被家暴，马老三赌输了钱，就打她和孩子。陈彩凤回家哭诉，结果被陈老爷子赶了出去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他这么狠毒，这是带着怨气回来报复的。不管怎样，都过去了。现在拿假酒当贺礼，这是奔着要人命去的。我说大姐，你怎么这么多年没回来？原来是奔着报仇来的。我没有，是妈打电话叫我回来祝寿的。彩凤，要不然别比了，你带着酒先走吧。妈，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我只是……我不走，这口气我憋了10几年，非得让这2个白眼狼给我磕头不可。你说谁白眼狼？你这个想要谋害亲人的杀人凶手！王老到，王老不必客气。我听我侄子说，你大外孙给你送了一套内部特供酒，好福气呀！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所以才不得不劳烦王大师您过来帮忙鉴定一下。酒在哪里？全砸了呀！还有1瓶。王老如何？老叔，是不是？从外包装和封泥看，确实像是正品。是正品啊！太好了，好福气啊！怎么可能？不过现在技艺太发达了，也有做旧的可能。嗨，说白了就是一假酒。王老，您不是国家1级品酒大师吗？打开喝一口不就知道了？对，王老您就是干这个的，帮忙鉴定一下。你们可想好了，这酒万一是真的，价值可有7位数，现在还就剩1瓶了，这一口可就是好几万啊！对呀，万一是真的呢？那我岂不是亏大了？怎么可能是真的？爸，你信我，他这绝对是假酒，只怕王老您喝了就要住进医院去了。是吗？肯定的。对了，大姐，要真住院了，这医药费得你出啊，可不能赖咱们陈家。我可以出。哼，那就开。
良心真是让狗给吃了。陈彩凤，你个不孝女，你是要害死大家！大姐，你可说了的，住院的钱得你出啊，别害我们陈家赔。对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跟我们可没关系。应该不会啊！怎么办？快来人，送王草去医院！快点！你们吵什么？大师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这不是假酒吗？假酒？怎么可能？那你怎么哭了？我是在伤心，活了一辈子，直到今天才真正品到了这么好的酒。好酒，好酒啊，绝世好酒！什么？这酒是真的？真的，真是上百万的酒。原来喝的酒是这样的，真的长见识了。也就是说，刚才王老这一口下去，就干掉了大几万。王老喝的算啥？地上砸的4瓶才可惜呢。啊！我的钱都是我的钱呀！爸什么爸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俩非要闹腾，我至于损失这几百万吗？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们也送了酒啊！你们送的什么酒？18800， 168800，那一瓶能抵得过你大姐这酒的一口吗？爸，你先等等。怎么了？王老，你确定大姐送的这瓶酒真的就是内部特供酒？黄主任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信不过我老叔的专业能力？对呀，黄主任，王老别的不敢说，品酒这一块绝对没人能比。对呀！诸位，我不是质疑王老，只是想提一个问题。没事，你问。我刚才也看了网上的介绍，知道这种特殊年代的内部特供酒都属于收藏级，很少有在外面流通。的确如此。那么我想问，王老，你喝过这种内部特供酒吗？我又不是领导，怎么可能喝过？那你怎么确认这一瓶就是传说中的内部特供酒呢？对呀，你都没喝过，怎么那么确定？是，没这样的道理啊！这老朽能肯定，这是万中无一的好酒，口感和香型呢，也符合内部特供的调性。但至于是不是，但我也不能100%确认它就是，毕竟跟你说的一样，我也没机会喝过这么高级的酒。王老，像这样的酒，有没有可能别的办法也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？以前不行，但现在一些技艺绝佳的酒坊，如果碰到厉害的勾兑大师，对着原浆，说不定可以模仿出来。懂了，说白了就是运气好，捡了漏，找到了个技术还不错的小酒厂。难怪这么嚣张呢，看不出来啊，大姐整得挺专业。不是她专业，是她那个大儿子，他不是说自己儿子做生意吗？说不定就是个专业的假酒贩子。混蛋，差点被骗了。我倒是有一个能够100%确认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品质已经确定了，的确是好酒。至于值多少钱嘛，彩凤，你不是说你大儿子跟那位收藏家买的吗？把收藏证书、发票出示一下，不就可以确认了吗？东西应该都有的，我这就找我儿子要。装，又在这装了，瞧把你嘚瑟的，瞎猫撞了狗屎运，找了个小酒坊，弄了点散装酒，得意什么？别着急，等我儿子把收藏证书、发票拿过来，你们就等着磕头道歉吧。我等着。你那酒要是真的，我不但磕头道歉，还把桌子给吃了。对，要是真的，我给你擦鞋。话不要说的那么满，到时候后悔可别来求我。笑死，求你！像你这种穷光蛋，社会的最底层，我只求你离我们远远的，免得染上你扫厕所的屎尿臭。你理他干嘛？走了，快开席了。对，老大到哪儿了？妈，我们到镇子了，很快就要到了。怎么了？你给你外公送的寿礼，那里面的证书、发票什么的，你那儿有吗？嗨，多大的事儿，都有电子版的。我这就叫助理给我，然后给你发过来。彩凤，要不然就先别比了，你先回去，这里的事儿妈帮你兜着。妈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有问题的。哼，大姐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装，有意思吗？就为了你那点可怜的虚荣心，害得全家人都给你丢脸。我要是你，找个茅房自己淹死得了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。你们，这就是你们要的发票。睁开你们的视力眼，好好看看这酒到底值多少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的个乖乖，真是7位数。520，哦不，520万，好有爱的数字。乖乖，天下居然真有这么贵的酒，之前不是400万吗？废话，几年前的价格现在肯定涨了。我的天，那我吸了好几口，岂不是白赚几千块？值了，值了。这要是水泥地舔几口，岂不是好几万？可惜喽。老陈，好福气啊！
这两个败家女把我几百万都砸没了，什么好福气？你这不还有一小瓶吗？这么贵的酒，整个海城恐怕都没有谁能喝得起吧？陈老爷子，你喝了这酒也是啊。对，关键是这么一瓶价值不凡、需要托好多关系才有的酒，都能送给你当寿礼，儿女的孝心让人羡慕啊！都是我教育的好。看到没有？还有，这里是白酒的收藏证书，能不能证明它是真酒？真是，我看看，啊，真的是。妈，现在你相信了吗？信了，信了。你俩呢？还有什么疑问？没有了。行吧，既然打了赌，那就履行诺言吧。真要吗？你磕头道歉，然后把我鞋子舔了。至于你，就难多了，除了磕头道歉，还得把桌子给我吃掉。啃桌子？对呀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难不成你亲口说出的话又要吞下去不认？大姐，都是自家姐妹，要不就算了吧。算了。对呀对呀，挺多人的。今天如果输的是我，你们愿不愿意算了？行了，别吵了，大妹小妹，我做主了，你们赶紧给你大姐磕头道歉，这事儿就算过了。啊，真磕啊！开始吧。老公，你看他。等等，这酒还是有问题。什么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要狡辩？不是狡辩，大姐，你把发票再拿出来，我看一眼。给你看又如何？诶，天海集团，这是个什么公司啊？这个我知道，天海集团是国内最大的私募金融集团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巨无霸的存在。哼，大姐，你还说这酒是你大儿子买的？是啊。那为什么买方是天海集团，而不是你大儿子的名字呢？陈彩凤，天海集团就是我儿子的公司。没想到陈家大女儿居然这么幽默。要天海集团的老总是他儿子，比尔盖才是我未过门的女婿呢。马云是我素未谋面的爸爸。陈家大妹子，你这话有点太吹牛了。还有这个收藏证书，落款是甜甜，根本不是你儿子陈天福。甜甜是我大儿子助理。哎呦呦，吹牛吹上天了！大姐，你把我们当傻子没关系，把爸也当没见识的了。够了，你不要给我再闹了。我闹？大姐，你吹牛也要打个草稿啊！人家天海集团的总裁虽然低调，但你也不能这么吹啊！是啊，这笑话要是闹出去，你让我们陈家的人还怎么活啊？你不要脸，我们可还要脸呢！哼，天海集团总裁在你们面前是高不可攀的大人物，但在我面前就是我儿子。彩凤啊，别说了。妈，连你也不相信我。我彩凤，真的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实在是你吹的有点太夸张了。对，太假了。大姐啊，看来你还没学会你大儿子那假酒贩子的精髓，一点技术都没有，只学会了厚脸皮。大姐，要不然你回去再多学2天。你这不孝女就知道气我。老爷子，准备开席了。哼，老陈，今天是你70大寿，开心一点，先入席吧。好。彩凤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别跟他们争了。妈，你也看到了，都是大妹小妹在挑事儿。我知道，哎，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，和和气气点儿，就当看在我的份上，好吗？妈求你了。我尽量吧。你干嘛？干嘛？你什么档次？也配做主桌？我不配。吵吵什么？你坐小孩那一桌去。都是你的女儿，凭什么他们能做，我不能做？大姐，凭什么不让你做？你是真不懂吗？我确实不懂。哼，我就成全你。我们主桌这儿坐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非富即贵。二姐是教师，我是铁饭碗，更别提二姐夫和我老公啦。我们一家子大学生，你一个小学文凭的，非要往这里凑干嘛？不是还有这么多空位吗？我可以不做，但我儿子也马上到，他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一定得坐这儿。有空位不假，但都是给有本事的人做的。对，我家黄喜还有小妹家的唐诺、乐乐马上就到了。哦，我倒想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本事。二姐家的黄喜
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医学博士了。小妹家的2个也都不错，儿子唐怒留学海归，自主创业，现在已经是科技公司的老板了，不得了了。小妹的女儿乐乐也厉害，名校毕业，马上就要考研。大姐，听到没？我们家的这几个小辈，哪一个不比你那3个废物儿子强上1万倍？对呀，论前途，论收入，你家比得上吗？瞧瞧你送的这寿礼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是不是送的贺礼够好，就能做这主桌？做主桌就凭你送的假酒吗？贺礼到！天山冰冢大师精雕的玉佛一座，长白深山千年寿龄的何首乌一株，最新科技驻颜美容的胶囊1套。陈家孙辈祝贺陈老爷子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怎么回事？爸，您的3个外孙送的礼物，你可还喜欢？你是说这是你的3个儿子送来的礼物？对，之前的酒算是我送的贺礼，而这3份是3个孩子送的，你看看还满意？哇，这么好的玉种大佛，不得要几千万啊！瞧瞧这雕工，还有这么大一块，上亿都不止。上亿！我的天啊，这么大的手笔！真的，这个何首乌，哇，瞧这模样，真的是千年何首乌，快成精了。看上面的标签，神医堂。神医堂？难道是国内排名第1的中医殿堂？神医堂？对，神医堂认证，千年何首乌绝对不假。老陈，你有福喽！哼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嵩山院最新的研究成果，据说能够驻颜美容、枯木逢春的神奇药剂。对，无数富豪追捧，千金难求呢。哈哈哈哈！爸，这回我能做主桌了吗？能，做主位。裁缝，这些药是你送的，做老陈的头上都可以。对，做我头上。大妹、小妹，你们怎么说？大姐，我怎么了这是？我儿子来了，我儿子的女儿来了。怎么了？瞧你苦着一张脸的，被谁欺负了？儿子，妈难受啊。咦，这个不是王总那里的冰种大佛吗？给我送来了。什么王总？就是天海集团海城分公司的王总。哇，唐怒，你还认识天海集团的王总呢？那可是个大人物啊。还行，我不是开了家科技公司吗？正好被天海集团海城分公司的王总看上，给了我一笔大订单。儿子，那这东西是那王总送的？应该是。真的啊？当时他还说送我一份大礼，我以为他就是客气，没想到居然把分公司镇风水的冰种大佛都给送来了。大姐，这大佛分明就是人家王总送给我儿子的，你居然还说是你儿子送的礼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对呀，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。你确定这价值大几千万的冰种大佛是那个什么王总给你准备的礼物？王总，感谢你给我们一个机会。唐老弟说的是什么话？像你这样背景深厚又有实力的人才，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合作伴。夸奖了。哎，叫什么王总？咱们一见如故，你就叫我王哥吧。好。废话，不是我难道是你？侄子，你别问，他还真敢吹啊！他说天海集团的老总是他大儿子。可千万别这么说，要是传出去，我公司跟天海集团的合作可就全毁了。大姐听到没？你想死，别拉我们下水！你真的是无可救药。这个何首乌怎么了？这个千年何首乌是不是神医堂送来的？对呀，上面还有神医堂的标签呢。那就没错了。黄喜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份千年何首乌应该就是神医堂送给我的入职礼物。什么入职礼物？对，爸妈还有外公外婆，忘了告诉你们，我马上就要博士毕业，准备入职神医堂了。这是真的？当然，我的博导就是神医堂的李大师。这根千年何首乌，我去面试的时候也在藏品库见过。了不得啊，能够进入神医堂。黄主任、秦凤，你们家黄喜了不起呀！是啊，一步登天了。他们说的这个神医堂，不就是我家老二管的那个吗？
都是孩子自己努力。我也有教导的功劳，好吧？没想到老师对我居然这么器重，居然把这份镇馆之宝送给我当入职礼物了。你老师对你真的是寄予厚望啊，前途无量。儿子，你老师这么器重你，你可得努力表现啊。那是当然。大姐，你可真不要脸，把人家唐怒合作伙伴送的大佛说成是你儿子送的贺礼也就算了，我儿子老师送的你也要霸占。你们确定这千年何首乌真的是他那什么老师送的？不然呢？难不成是你送的？你认识神医堂的人吗？黄喜，你还别说，以你这大姨的厚脸皮，他能说神医堂的首席是他儿子，你信不信？对，神医堂的首席就是我儿子。大姨，你是疯了吗？这种话传出去，我估计都要被开除了。对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之前害了我们不算，又来害你们。大姐，你就不能说点实话？对呀，整天这么口无遮拦，是要害死大家的。我说的就是事实啊。你这个赔钱货，要是坏了我外孙子的工作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老陈，别激动，不管怎么说，彩凤三儿子送的养颜药剂也很不错。哼，村长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以我大姐这德行，那药剂未必是她送的。不能吧？确实，这个养颜药剂应该是我导师送的。什么？我刚刚就要说了，我考上了松山湖研究院，而我的导师就是研究出养颜药剂的苏院士。女儿，你真的考上了松山湖研究院？当然，已经通过面试了，就等着被调审核了。松山湖研究院是国内民营科研机构的头名，能进这家研究院的，以后乐乐就是大科学家了。是被誉为科学殿堂的松山湖研究院吗？那是，松山湖不就是我三儿子管的那家研究院吗？大姐，所以3份贺礼没一样是你送的喽？我说过了，这3份贺礼是我3个儿子送来的。死到临头你还嘴硬？不是嘴硬，而是事实。事实？什么事实？现在已经确定了，大佛是天海集团送的，何首乌是神医堂送的，而养颜药剂是松山湖研究院送的。这个没错，那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我没有狡辩啊。够了，你丢人还没丢够。彩凤别说了，不是，我就纳闷了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哪里奇怪了？先说这个大佛，小妹儿子，我问你，你跟天海集团的王总什么关系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合作伙伴。你们已经合作了吗？那倒没有，订单合同已经在准备了，马上就签。哪家合作伙伴？合同都没有签，就给你送过亿的礼物？这王总特别喜欢我，不行吗？再说这个，大妹儿子，你说这是你神医堂的老师送给你的？当然，送你，这可是神医堂的镇馆之宝。别说你，就算是你老师，他有资格享用吗？我老师可是神医堂的坐诊医生。够了，妈，这个大姨一直都这么恶心吗？对，她以前害得你外公和我们丢尽了脸，现在看我们日子好过了，又回来折腾我们。我怎么折腾了？不是吗？我倒想问了，你说黄喜和我儿子、女儿没面子，难道你那3个废物儿子就有？你没资格这么说我儿子。你是不是还想说你3个儿子很牛逼？那天海集团、神医堂和松山湖研究院都是你3个儿子开的，对吧？差不多吧。妈，马上研究院就要来家里做背调了，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满口谎话的大姨，我肯定是过不了的。对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不仅是他，还有他那个前夫呢。马老三之前因为诈骗还坐过牢呢。什么？坐过牢？天啊，会有影响吗？当然会有了。松山湖研究院被调审核最严格，但凡有亲戚犯事儿，很可能就会被刷下去。那怎么办？外公，我可怎么办啊？乐乐，没事的，不要紧，外公来解决。爸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们一家人本来好好的，你偏偏要回来，还把我的70大寿搅成这样子。你说是我搅和的，不是吗？本来你在家里胡闹，我也不想管的。
但你要是耽误了黄喜、唐露和乐乐的前程，那就不行。他们3个是你的外孙外孙女，我的儿子就不是。那3个没用的废物能跟他们比？够了，别说了。村长，你也是我们的族长，当着大家的面，你给做个见证。这祖宗在上，族人在旁，我陈守财跟你陈彩凤断绝父女关系，今生今世永无瓜葛。太棒了！老陈，没必要吧？对呀，都是自己女儿。爸，你真要做的这么绝吗？对，陈彩凤，我当初真的就不应该把你生出来，没有你，陈家不知道过得多好呢。没有我，大妹、小妹谁帮忙带着长大？我初中没读完就被你逼着辍学出去打工，为的就是供养他2个，这也就算了。后面你为了给2个妹妹凑大学的学费，你逼着我嫁给马老三那个人。行了，我是你爹，当女儿的就该听当爹的。既然你这么多怨言，今天正好1刀2断了，赶紧给我滚，走不走？要我走可以，但道理得讲清楚。讲道理，我打死你！不要打他，要打就打我！我们呀，别打我们！你这个不知死活的烂货，今天就要打死你！谁敢动我老妈？你们活腻了吗？老妈，你没事吧？老妈，你别动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儿子，你们来了，没事。满头血了，还说没事。妈，你还好吗？儿子，这是你们外婆。外婆，好，乖外孙。陈彩凤，这就是你那3个废物儿子。你是谁？我是你们外公。外公？外公？不能吧？他真是你们外公。哼，什么样的妈教出什么样的儿子。陈彩凤啊，陈彩凤，我果然没看错你，你就是个烂货，社会垃圾。放肆！闭嘴！你这么说我妈，找死！我管你什么外公内公，再敢骂我妈一句，我弄死你！外孙大爷，天理难容。对，外孙大爷，天理难容。别以为仗着人多就能横行跋扈。对呀，这儿可是我们的地盘，干什么？儿子，赶紧摇人！赶紧给我摇20个人来，立刻，马上！别说你今天来20，就算是来200个、2000个，我都饶不了你们。谁欺负了我妈，一个也别想好活。年轻人，好大的口气！对呀，你们敢乱来，法律绝对不会饶了你。妈，这2个莫名其妙的女人是干嘛的？这是你二姨、小姨。哦，那2个白眼狼啊！放肆！我们怎么说都是你的长辈，说话客气点。二姐，大姐一个扫厕所的臭女人，教出来的小能有几个正常的？你们的嘴再敢多骂一句，信不信我让你们永远开不了口？哼，好狂啊！别以为你们雇了几个演员，租了几辆车就能挺直腰杆了。现在是讲法治的社会，懂不懂？我们也讲法，不用这些，一样也能解决你们。确实是什么样的妈，什么样的儿子。老妈爱吹牛，儿子也满嘴跑火车。我怎么满嘴跑火车了？就拿这个说，你妈说这是你给外公送的贺寿大礼。没错。装又装，一个一个都不要脸。什么意思？不是我送的，难道是你送的不成？对，正是我送的。这一套养颜药剂可是松山湖研究院最新的研究成品，好多名流富商都求不到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哪里来？小子，你可听清楚了，我女儿唐乐乐刚刚考入松山湖研究院。傻了吧？不仅如此，她的导师还是研究出养颜药剂的苏院士。对，你个穷鬼听清楚了，这套药剂就是我导师得知我外公过寿，特地送来的贺礼。傻了吧？你这种社会底层，估计都没听过我导师的名字吧？你口中的苏院士，说的是苏阿生那老小子吧？你还听说过我导师的大名？你别听他吹牛，那药剂是我研发的，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
怎么可能？你放屁！哎呀呀，又来了又来了！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儿子会打洞。吹牛这事情难道能遗传？老苏，我在老家，限你10分钟，马上给我赶过来。10分钟？你以为坐火箭呢？虚张声势。本想以你的水平根本不达标的，但为了讨好老妈，我不计前嫌将你录取。没想到你们敢这么欺负我老妈！继续吹。直接通知人事，那个特招的那个研究生取消录取资格。装，还在这装，一脉相承。他妈之前还过分，做的跟真的一样的假酒，还从网上找了发票。对呀，乐乐，这家人都是骗子，你别怕。对，净哄人的，满口胡话。原来是虚张声势，骗子！一会儿等人来了，把你们全部都抓起来。什么？女儿，怎么了？妈，刚才松山湖研究院的人事打电话给我，说我的入学资格被取消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陈彩凤的3儿子，难道真的是那个研究院的院长？不可能吧？他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当院长？表妹，你先别哭，你这是被骗了吧？表哥，什么意思？很明显啊，这小子有一个专业的诈骗团队，直接叫一个下线，装成研究院的人事给你打电话呗。是他下线打的电话。不然呢？如果真的取消你的资格，不应该是你的导师苏院士打过来吗？对对对，你去找苏院士确认一下，不就完了？我这就去。好啊，你们一家子都是诈骗集团对吧？有意思。难道不是？你叫黄喜对吧？怎么的？现在又要对付我了？我听说你跟别人讲，那份千年何首乌是你送的。对，怎么了？不对，这一份千年何首乌可是神医堂的镇馆之宝，你凭什么能拿到？凭什么？就凭我儿子马上就要入职神医堂。对呀，你听说过神医堂没有？面试你的师傅是谁？我师傅就是大名鼎鼎的神医堂李大师。李大师，我听我妈说过，你小子就是一个小学徒，社会底层，不懂也很正常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一份千年何首乌正是我师傅李大师专门给我的入职礼物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口中的那位李大师是不是2堂坐诊的李大山？原来你也听说过我师傅的名头。儿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大姨没钱养活这几个儿子，就把老二送去给人当学徒了。好像也是学医的，不过是江湖郎中那种。那就是了，说起来也算同行。对，算同行。嘿，给你个杆子，你还往上爬了？我是医学博士，你是什么学历？跟我同行，你也配？保持住你这德行，一会儿别哭，我等着看你怎么骗。二哥，你这……放心，我比你有准备，人马上就到了。不愧是陈首席，未雨绸缪。你俩装什么犊子呢？10、9、8、7，装神弄鬼。对，骗子基本技能。等一会儿人来了，全部都去监狱蹲着，老老实实。3、2，神医堂2堂坐诊大师李大山到。没迟到。哇，不愧是神医堂的大师，仙风道骨，世外高人啊！师傅，你来了。哎呀，李大师真的来了，里面坐。师傅，我……你这小王八犊子，我辛辛苦苦帮你，你就这么害我？师傅，别叫我师傅，你已经被神医堂开除了。为什么？哼，本来你这种刚毕业的生瓜蛋就没资格进神医堂。是人家陈天禄先生打了招呼，神医堂才将你特招的，结果你现在得罪了人家，还想有什么好果子吃？是你？怎么样？我没骗你吧？你到底是谁？哼，跟你这种傻子说不着。完了！妈，女儿怎么了？我打不通苏教授电话，不过找熟人打听了。怎么样？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正是研究院的行政部经理。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
跟你们这帮人讲话很累，不如让你女儿的导师亲自来说吧。中山虎研究院2级研究院士苏教授到。老师，陈先生，什么？真是院长？小小年纪，居然是科学殿堂松山湖研究院的院长，这哪里是书呆子，分明是天纵奇才呀！没说是院长，不过应该也是研究院的大人物。你亲自通知他。唐乐乐，你的录取通知作废了。为什么？得罪了真佛，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？难道你真是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对，都是骗人的。怒哥，是哪个不长眼的找死？就是这帮家伙，敢惹怒哥，不想活了吗？刚才看你们人多，让你们等了一下，现在你们还敢跳吗？儿子，老妈，放心，我来应付。怎么，你这是要搞黑社会那一套？怎么样？这些都是我朋友，主要是怕你们这个骗子团伙跑了，过来帮忙镇一下场啊！你朋友？我是什么人物？能跟你们这帮跑江湖的小骗子硬刚？主要是怕你们狗急跳桥而已。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说出来吓死你！唐怒不但是留学海归，而且还回国创业，是一家业内知名的科技企业老总，现在还接到了天海集团的大订单，马上就要起飞了。天海集团，你听说过吧？那可是国际投资巨鳄。他们海城分公司的王总特别看重我儿子。妈，二姨，你跟这帮土狗说这些干什么？他们都听不懂。不，听懂了。你是说天海集团海城分公司的王忠特别器重你，对吧？哎呦，你还听说过？听说过一点儿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有了天海集团的这一笔订单，我的公司直接原地起飞，海城首富的位置必定是我的。好厉害！那是，毕竟是我儿子。陈家这是要发达了，好福气了。那是，毕竟是我乖外孙。你俩在这儿愁眉苦脸干什么？知道现在是什么社会吗？哥，你能帮我？当然，现在是金钱社会，只要有钱，什么办法？表弟，我直接在海城建一个中医馆，到时候你来当馆长，不比在别人手底下打工强多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至于你，老妹儿，我回头推荐你去我母校耶鲁，不比那个松山湖研究院强10000倍。哥，真的吗？我最爱美利坚了，那里的空气都是甜的，月亮都是圆的，还有好多黑人。我送你是去学习的，不要总想着交男朋友。好，哥，只要你送我去耶鲁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只要等天海集团的订单到手，咱们就什么都有了。你这个海城首富，我看是当不成了。你说什么？得罪了我老妈，还想从我手里拿订单，做梦！又来了！儿子，你别被吓到，你这大姨就是个失心疯，刚才还在吹牛说天海集团是他大儿子的公司，还说那份冰种大佛是他大儿子送的呢。混账！明明是王总送的，你一个摆地摊的小瘪三也敢鞠躬？你是说这份贺礼是王忠送的？准确的说，是我王哥送给我，然后我给外公的贺礼。哼，你还真敢想！放肆！我外孙子孝顺，人脉广，给我送份贵重的礼物怎么了？不像你们几个双手空空上门。我双手空空？妈，你没告诉他们吗？我说了，他们不信，非说那瓶酒是假的，又说这3份礼物是他们几个的。难怪你刚才找我要发票呢。有发票也不信。哼，废话，就凭你们几个没用的废物，能让谁信服？我们怎么废物了？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大姐孤儿寡母的跑去扫马路，拉扯你们3个，能给你们什么样的教育？对呀，你这个老大学没怎么上就去摆地摊，老二去小医馆当学徒，老三倒是有书读，但读书有什么用？对呀，没背景没势力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个死读书的，就算毕业了1个月几千块钱工资，房都买不起。
一帮穷鬼，社会的最底层，就凭你们也能送得起这么贵的礼物？陈彩凤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所以才会在我70大寿这天过来大闹会场，还让你仨儿子雇了人、租了车过来装什么衣锦还乡。我没有。但是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像你们这么坑蒙拐骗，可别说是我陈家的种。你觉得我们是骗子？不是骗子是什么？陈彩凤，刚才我让所有人作证，我们已经断绝父女关系了。你现在带着你这3个废物儿子，滚出我陈家！滚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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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家！老妈，我没事，早就想到了这样的结果。我终于明白，你为什么带着我们远走他乡，一直不回来了。是啊，原来你一直被这么欺负，这陈家不回也罢。儿子，我们走吧。既然断绝关系，那么我们的贺礼自然也得带走。对，可不能便宜这帮白眼狼。怎么，当骗子骗不下去，改抢他？我们拿回自己的东西，难道不行？除了这瓶假酒是陈彩凤带过来的，其他的可都是我的好外孙、外孙女送的。多好的酒啊，你砸了干嘛？对呀，就算不是正品，也是不错的好酒啊。什么好酒？以这几个小的德行，还有他们这么一个心思歹毒的妈，说不定酒里都下了毒，就等着毒死我这个老头子呢。外公，砸得好，等我的大订单到手，直接给你买真的。好，还是我外孙子好，毕竟是自家人，不是外面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不是说了，你的订单不可能了。放屁！我跟天海集团的王总好的跟同穿一条裤子铁哥们儿一样。甜甜，人到没？马上到。又摇人了？真以为人多我们就怕你对吧？怕什么？有兄弟们在，来一个打一个，来2个打1双。天海集团王忠到。外公，王总亲自来了。外公，我就说嘛，东西就是王总看在我的面子上送的。好，王哥又见面了，你给我外公送了大礼，还亲自过来祝寿，太荣幸了。混蛋！唐怒不是说跟王总关系好的同穿一条裤子吗？看这架势不像啊。王哥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唐怒，你叫我什么？外人面前得称职务王总。王个屁的总！你为什么打我儿子？对呀，就算你是天海集团的人，也不能随便打我外孙子啊！为什么？你自己问这蠢货！你干什么啦？我啥也没干啊！不是王总，你这前脚帮我给外公送礼，后脚就翻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哼，给你送礼，你也配？王总，你不是说跟我一见如故，还夸我背景深厚吗？我哪里知道你会这么蠢？你还让我叫你王哥，你现在当我儿子都嫌丢人，那我的订单想屁吃呢？你就等着你那破公司倒闭吧。表哥，怎么回事啊？对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订单没了，我的医馆是不是没戏了？对呀，我还能去耶鲁国，我都发朋友圈了，打算多泡几个黑人男朋友呢。外孙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王总，就算死，你也要让我死个明白啊！哼，你死就死在眼睛瞎了，多天的富贵接不住，家里有真龙，还往死里得罪。什么？难道陈彩凤的几个儿子都是真的呀？天海集团海城分公司王忠拜见陈总。什么？这个摆地摊的废物真的是天海集团的老总？什么？居然都是真的？怎么可能？彩凤，天父真的是那什么老总？对呀，那天禄呢？神医堂首席。天寿呢？松山湖研究院的院长。妈，我从来都没有骗你，这些贺礼都是您3个外孙孝敬的，可惜闹成了这样。现在这些贺礼我们能带回去了吧？别啊，我的好外孙，你们好不容易才回来看外公一面，怎么就走了呢？来，坐，上座。对，马上开席了，做主桌，我们去做小孩子那一桌。
既然我们已经被赶了出去，而且还断绝了父女关系，那我们就不赖在这里。大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认错，我磕头，对不起。对，我们都是亲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呢，我道歉，我磕头。哦，对，大姐，我给你舔鞋子，我要啃桌子啊，能不能换个别的？桌子真的啃不下，我也舔鞋。对，你舔左脚，我舔右脚。大表哥，我们错了，你们就饶了我们吧。别拉走，这都是我的钱啊！老陈啊，老陈，你呀你，天大的福气没接住啊！这么说来，老陈你砸的这瓶就是那价值520万的内部特供酒，最后一瓶。这是我的酒，我的酒，我一口10几万，快带兄弟帮忙！你都没钱了，跟谁兄弟呢？裁缝，村长，怎么了？今天的事情，陈家需要给你一个交代。什么交代？陈氏家规：挑拨离间、罪大恶极者，应尽宗次，抽皮鞭，开除族谱。第1鞭，罚你善恶不分，枉是家规；第2鞭，罚你认达不够，自私自利；第3鞭，罚你不顾孝道，枉己为人；第4鞭，罚你蒙昧无知，恬不知耻；第5鞭，罚你忘恩负义，寡廉鲜耻。劝世人引以为戒。